穿越成了秦始皇的私生子。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：爹，我们准备造反吧！秦始皇3年之后必死，大秦将亡，到时候天下必将大乱。听到这话，秦始皇的眼睛顿时猛然一睁，撤去左右后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道：你自小得了痴症，生活在这座庄子里，难道也觉得这暴秦当反？秦皇这暴君当诛？这时我还不知道眼前的男人就是秦始皇，而刚才的一句话已经将全庄人的性命放到了刀尖上。我这时候却摇摇头回答道：爹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大秦灭6国，一统天下，是大势所趋，千古功绩。虽然秦法严苛，但乱世需用重典，也无可厚非。至于始皇帝那更是千古一帝，怎么能说是暴君呢？听到我的话，秦始皇浑身一震，眼睛更是睁得溜圆，喃喃自语道：千古一帝，你认为朕是千古一帝？我没有听清自己便宜老爹后面的话，点点头，接着说道：当然，扫灭6国，统一天下，创立郡县制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行同伦，统一文字货币，这些创世功绩，无论哪一个单独拿出来，都是功在千秋的大功绩。而始皇帝全部都做了，这还不能称千古一帝？谁能？秦始皇听得只想抚掌叫好。他自从统一6国以来，听到的都是天下人的谩骂，暴秦暴君。今天他却在自己这个痴儿这里听到了最贴心的话。只是秦始皇这时候反应过来，皱眉问道：浪儿，你既然这么看好始皇帝，可为何却要准备造反？我看着自己便宜老爹，低声说道：爹，如果始皇帝在世，那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可是3年之内始皇帝就要死了，到时天下必乱。你说什么？秦始皇直接脸色狂变。我见他这么大声，连忙说道：爹啊，你小点声，这要是让人听到了，我们哪还有活路？秦始皇眼神复杂的看了看一脸小心的我，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，问道：如今始皇帝正值壮年，怎么会在3年内死去？我想了想说道：始皇帝不是被人刺杀的，是被自己毒死的。秦始皇疑惑道：被自己毒死？我点了点头，带着几分可惜说道：始皇帝虽然是千古一帝，可却想着逆天改命，长生不老。他服用的所谓仙丹，其实都是剧毒之物。说实话，他能抗这么久，已经是身体强健了。秦始皇心中巨震，但还是带着几分不敢置信问道：始皇帝身边的方士都是神仙人物，仙丹也都是耗费巨大才炼出来的奇珍，怎么会是剧毒之物？我笑着说道：是不是毒药？随意找个畜生让他吃上几天不就知道了？给畜生吃不是暴殄天物吗？秦始皇眉头一皱，我听到这话更加嫌弃的说道：就那些东西喂给畜生吃都是在造孽。秦始皇只觉得头上的青筋直跳，我这时也注意到了自己便宜老爹的异常。爹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秦始皇努力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，继续说道：浪儿，你说的这些事情太过离奇，我需要好好的想想。我的话让他极为震惊，他现在只想去求证这是真是假。我也没有想着一次就能劝成功，毕竟正常人遇到这种说法都会蒙圈。我这便宜老爹没有以为我是中邪，心里就算是极为强大。爹3年时间不长也不短，还是要早做准备。我又劝了一句。秦始皇如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缓缓说道：既然如此，那从今天开始，这一座庄子就交给你来打理。另外我再给你黄金万两。我眼睛微微一亮，知道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。毕竟如果连一个庄子都经营不好，也就别想着什么造反了。不过这黄金万两说给就给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家庭？我现在反而有些忐忑。爹，咱们家里是做什么的？这么有钱吗？秦始皇看着我的反应，心里稍微平衡了点。今天一直都是他在震惊，现在总算是轮到这小子。于是淡淡的说道：家里的生意，你现在年纪还小，不太好参与。再说了，区黄金万两就把你吓住，以后怎么成大事？我看着自己便宜老爹这是金钱如粪土的样子，都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。爹，就你这气势，咱们爷俩一定能成大事。到时候你当皇帝，我当太子。秦始皇听到这话，嘴角抽了抽，然后说道：行了，这件事对谁都不声张。我点了点头，郑重的说道：爹你放心吧，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都懂，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会让人知道。秦始皇神色古怪的点点头说道：行了，我今天还有事情要忙，还要赶回城内，就先走了。他现在只想回去看看那金丹是不是真的如同我所说是剧毒之物。我一听，心里对自己这便宜老爹又多了几分敬佩，看看这敬业的态度，难怪能攒下这么大的一份家业。当然这些家业最后还是要便宜自己。爹你放心去，家里有我看着，你就放心吧。秦始皇点点头就朝外面走去。我这时说道：爹，我送你。对辛辛苦苦给自己挣家业的便宜老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多给点关怀。而且对方听到自己受伤的消息就立马赶回来，说明对自己这个儿子也还是比较在乎的。秦始皇这时候却停了一下说道：不必了，你大病初愈，别染了风寒。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。秦始皇出门后挥挥手，对着下人福伯说道：我的身份不得透露，还有庄子上以后的大小事务都由浪儿做主，无论什么要求都要满足。我明天会让人送来1万两黄金，你交给浪儿，不准干涉用处，都记住了吗？是老奴记下了。秦始皇回到皇宫后，一个人站在宫殿中间，看着身边一只刚死不久的小兔子。秦始皇神色难明，独自站立良久之后，才缓缓喊了一声赵高，几乎是瞬间一个太监就匆忙走了进来，对秦始皇说道：陛下，老奴在。秦始皇此时语气淡然地说道：去将那些术士全部关押，另外将徐福召回。听到命令，赵高身体猛然一震，眼睛都是不敢置信。要知道那群术士平常是最受秦始皇重视的，不管提出什么要求，只要是为了炼制长生不老仙丹，秦始皇绝对都会一一满足。但今天回来之后，急冲冲的就要了一只活兔子，然后来到了这座平常用来修炼的宫殿，自己一个人待在里面，不准人进去。而现在一开门，居然就要关押这些术士，还要将准备出海寻找仙山的徐福召回，这变化也太大。震惊归震惊，
他却不敢怠慢，连忙答道：“是陛下。”不多时，就有2队铁骑从皇宫离开。下达了这个命令之后，秦始皇便一直坐在宫殿内，一言不发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整个皇宫也变得肃静无比，所有人都变得小心翼翼。赵高在一旁候着，不敢出声。赵高，你信鬼什么？秦始皇沉默了良久之后，突然问道。赵高在心中想好了措辞，才小心地说道：“陛下，老奴还是孩童的时候自然是信的，但如今陛下便是老奴的神，也是这大秦的神。”听到回答，秦始皇笑了一声，倒是会说话。赵高急忙说道：“老奴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”秦始皇挥挥手：“行了，问你也无用，让李斯进宫。”是。赵高缓缓退下，直到出了宫殿，才对守在门外的小太监说道：“去宣礼丞相进宫。”然后又压低了声音就说：“陛下问鬼神。”小太监不敢耽搁，急忙向外跑去。秦始皇没有等候多久，穿着官服的李斯就来到了宫殿外。臣拜见陛下，不知道陛下急召是为何事？秦始皇直接问道。不知丞相可信鬼神？李斯微微沉吟了一下，回陛下：“我虽是法家，但也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，这鬼神之事，多半是人在装神弄鬼。”秦始皇笑道：“你是担心朕沉迷长生之后，又沉迷于鬼神之说？”被秦始皇说破自己的心思，李斯却没有丝毫惭愧，而是正色道：“陛下英明神武，怎么会突然有此疑问？”秦始皇摇摇头：“也罢，朕明日便带你们去见一个人，你们便知道朕为何有此疑问。”与此同时，我的房间内，一个眉清目秀、看上去16、17岁的少女正准备为我洗漱，但我身为一个三好青年，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封建糟粕？于是说道：“小九，你放在那里，我自己来吧。”公子，是不是小九哪里没有做好？请公子责罚。看着少女害怕的样子，我也只能说，这家里的规矩还真是大。没事，你来吧，我也不好为难一个小侍女，而且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，绝对不可能就被封建糟粕这么被腐蚀，我一定能经受住考验。此时，我只感觉一双纤纤玉手带着湿热的毛巾在脸上慢慢运动，同时身边更是传来一阵淡淡的少女清香。我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洗个脸都可以这么舒服，真是万恶的封建社会。我感叹道，这样一来，我就更加坚定自己的心思，这种万恶的生活只考验3年怎么够？一定要多考验几年。造反，必须造反。不过我很快就想起了什么，对了，小七到哪去了？听到这话，小九却浑身一震，直接跪在了地上，哭着说道：“公子，还请你放过小七吧，他不是故意让您摔倒。”福伯把小七关进了地窖里，小七挺不过几天的。我微微一怔，想起来一些模糊的记忆，自己原主摔倒的时候，就是小七在照顾他，所以才会被福伯给惩罚了。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小七反而是他的恩人。于是我说道：“小九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去和福伯说把小七放出来。”小九愣了一下，然后又哭又笑的说道：“谢谢公子，别哭了，再哭都不漂亮了。”安慰一下小九，我便走出房门，让人把福伯给叫了过来。福伯，我想让小七回来伺候我。我直截了当的说道。福伯却皱了一下眉头：“公子，小七他照顾不力，我已经把他关在地牢以示惩戒了，是不是小九向您求情？我这就去好好的训斥他。身为奴婢，居然敢向公子您提要求。”等他说完后，我露出一个笑容，继续说道：“福伯，我要小七回来。”福伯还想说什么，但看着此刻我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中却浮现出家主的身影，心里颤了一下。是公子，我这才满意的点点头，然后说道：“把小七送过来后，再把庄子上的匠人叫过来，我有事吩咐。”是公子。没过多久，福伯就带着一个脸色惨白、相貌出众的少女和几个匠人过来。小九，你去带小七好好休息，我吩咐道。等小九把小七带走了之后，我便将这个世界没有的造纸术交给了匠人们。听完之后，匠人们面面相觑。公子，您所说的这个纸，还有您的这个方法，我等都从未听过呀。我笑着说道：“无妨，你们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就是。明天天一亮，你们就先做一些出来，巴掌大的就行。”面对我的坚持，匠人们也只能应下来。福伯，我刚刚教的东西不准外泄，公子放心，我会看好的。我点了点头，福伯的忠诚我还是放心的。第二天一早，一个仆人就过来禀告道：“公子，家主回来了，我爹回来了。”我露出了一个笑容，我手里的这造纸术想要变成实实在在的资金，还是要想法卖出去，正好和我这便宜老爹商量商量，毕竟我爹是实实在在的生意人。此时庄子门口，身穿长服的秦始皇带着赵高和李斯正在门口。有些事朕之前不太好说，但是待会儿无论你们听到什么，都不准大惊小怪。秦始皇带着几分尴尬吩咐道。李斯笑着说道：“陛下放心，臣等求学时也曾游历四方，必然不会大惊小怪。”一旁的赵高也跟着应和了一声，秦始皇这才带着两人往里面走去。很快就遇到了迎面而来的我，这是哪家的青年才俊？李斯看到我顿时调笑道。赵高也跟着陪笑，他话音未落，就听到我喊道：“爹，你回来了。”秦始皇应了一声，而在他身后，李斯和赵高脸上的笑容几乎是瞬间凝固。他叫陛下什么？李斯有些木然地向一旁的赵高低声问道。好像是爹。赵高呆呆地回道。两人相互看了一眼，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前面的秦始皇就已经递过来了一个眼神，两人顿时赶紧跟上。李斯也明白了，难怪秦始皇之前会说什么别大惊小怪，原来是在外面有个儿子，这不吃惊才怪了。爹，您回来的刚好，我有事和您说。我大咧咧地上前说道。秦始皇也回道，我也正好有些事情要问，你随我去书房。两人顿时并排朝书房走去。赵高看到这一幕，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。秦始皇一共有皇子皇女近30余人，可无论是哪一个，见到秦始皇都是战战兢兢。秦始皇对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亲近之意，这也是大秦现在一直没有太子的原因之一。没有那位皇子能像眼前这般和秦始皇相处的如此随意。难道说李斯和赵高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心里都有了某些猜想。这时候两人已经到了书房，刚进书房，秦始皇就关上了门。浪儿，昨天你和我说的事，只是他话都还没有说完，我就直接打断了他。爹，这两位是？秦始皇怔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说道：“是爹着急了，这两位是爹的至交好友，可以信赖。”
你不用担心。看到这一幕，李斯和赵高两人心中一震。秦始皇是什么性格？他们这两个近臣是最了解不过的，平常谁敢就这么打断他？唯一的下场就是被斩首，哪里还会像现在这样和颜悦色的解释？两人心中已经在猜测秦始皇这次带他们来的用意了。但是我刚刚都快吓死了。昨天我们谈了什么？谈的是造反，这要是泄露出去了，还有活路吗？我带着几分质疑打量了李斯和赵高一番，然后埋怨说道：爹，这么大的事情，爹你怎么转身就告诉别人了？秦始皇是何等人物，当然知道我的担忧，心中的念头微微一转，其实之前的事情，爹早就在准备了。这两位就是我的搭档，毕竟这种事情一个人可做不来。闻言，我眼睛微微一亮，心里诸多的疑惑就解开了大半，恍然大悟的说道：爹，难怪你那么快就接受了我的说法，难怪这座庄子修得这么坚固，仆人也都孔武有力。原来爹你早就在准备造反了。我的话音刚落，一旁就响起了一阵重物落地的声音，顿时我们几人都看了过去，是赵高，他此时正满脸骇然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刚刚他听到造反两个字的时候，就想直接喊护卫抓反贼了，可还好一旁的李斯死死的按住了他，但用力过度，一不小心就滚到了地上。叔，你没事吧？我关心的问道。既然是和我便宜老爹一起造反的，那就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还是要表示一下关心的。赵高这时候心都在颤抖，刚刚好险，差点裤子都要被吓湿了。但另一旁秦始皇却给了他一个冰冷的眼神，他知道如果他要敢说漏了嘴，秦始皇的惩罚肯定不会轻，于是露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，说道：叔没事，就是刚刚腿麻了，没坐稳。我理解的点点头，这跪坐确实容易腿麻，待会儿我让庄子上的匠人做2条胡凳出来就好了。秦始皇这时候又继续说道：浪儿，你上次说秦始皇他……我点点头，3年内秦始皇必死，然后天下大乱。房间内再次响起一阵倒地声，是李斯。看到秦始皇看过来的目光，李斯勉强的扯了一下嘴角，露出一个笑容说道：我也腿麻了。一旁的赵高不是不惊讶，而是已经完全麻木了。先是在皇帝面前说造反，然后又咒皇帝3年内必死，然后大秦天下大乱，这些话足够被灭9族了。无妨，两位腿麻了，不如在旁边站一会儿。秦始皇分别给了李斯和赵高一个警告的眼神，然后回过头对我说道：浪儿没事，我们接着说。爹其实还有一些疑惑，即使秦始皇死，可大秦朝堂上有赵高李斯，还有秦军良将无数，军士数十万，怎么就会大乱？自己这个便宜老爹这么关心这个问题，我也并不奇怪。我们要想造反成功，只能等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，我们才有机会。于是我回道：赵高和李斯其实就是2条恶犬，秦始皇在的时候，他们肯定翻不起任何风浪，帮着大秦看家护院。可秦始皇如果突然死亡，又没有事先留下遗诏，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了。现在大秦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不过就是那么几个，比如公子扶苏和公子胡亥。爹，如果你是赵高和李斯，为了权势，你是会选择的人心的公子扶苏，还是会扶持一个傀儡？如果是我便假传诏书逼死公子扶苏，再扶持公子胡亥上位。没有秦始皇镇压，6国余孽必定兴风作浪，而秦法严厉，到时候只要有人振臂一呼，必定天下大乱。听到这话，秦始皇默然，他为了权势，一路尸山血海走过来，当然知道在权势面前人心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下一秒，房间里接连响起2阵声响，我转头看过去，就发现自己便宜老爹的2个好友正瘫坐在地上。2位叔叔，你们这是？2人此时满头大汗，赵高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李斯还勉强能回话。我们站得久了，腿又麻了。我顿时皱了下眉头，这2个便宜叔叔的身体看样子不是太好。2位叔叔稍等，我这就出去让匠人做2个凳子出来，你们以后就不用受这种苦了。说完我就直接起身，怕再这么下去，这2人都要原地去世了。反正做个简单的凳子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我出门不久，屋内赵高和李斯就齐齐地跪在了地上。陛下，臣绝无僭越之心。我不在这时，秦始皇就收起了慈善的神色，冷冷看了跪在地上的2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没有这个心，那你们跪什么？陛下，老奴我……赵高想说什么，秦始皇就抬了抬手打住了他的话，看着我离开的方向说道：你们说浪儿说的有几分是真？赵高直接愣住了，李斯倒是很快反应过来，陛下怀疑这位公子在说谎。秦始皇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会不会是6国余孽的手笔？李斯咬着牙说道。赵高听到这话，看了一眼李斯，这是要把这个年轻人往死里弄了。法家人的心就是狠。秦始皇这时候淡淡的回了一句：不用乱猜，浪儿是朕的血脉。李斯这时眼里的杀意才收起来，说道：公子所说的事情太过离奇，臣无法辨别。秦始皇顿时默然，他的臣子中，如果连李斯都对这事无法做出判断的话，其他人就更没办法。陛下，我们现在该如何处置？这时赵高低声问道。秦始皇目光闪烁了一下，淡淡的说道：我其实想看看浪儿能不能造反成功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听到这话，李斯和赵高2人直接懵了，皇帝居然要支持自己的儿子造反，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。但秦始皇已经做了决定，就没人能改。就在这时候，房间门被打开，我拿着一个长条凳走了进来。爹，我让人做好了胡凳，你们看看，东西做得急，所以不是很好看，不过这个凳子可以很好的解决跪坐腿麻的问题。2位叔叔请坐。李斯和赵高好奇的看了看这4条木棍加1块木板做的所谓的胡凳，坐下之后，赵高的眼睛微微一亮，做这个凳子确实不用担心腿麻了。秦始皇看了一眼，也就没有在意了，反而对我说道：浪儿，这些事情交由匠人去做就是了，你不要多费心思。来，我还有些事情问你，你刚刚说到6国余孽，如果有朝一日我们造反成功了，你要怎么处理？一旁的李斯听到这个问题，心中一动，看向了我，
要知道秦虽然灭了6国，可留下了不少6国贵族，这些人心系故国，暗地里没少给大秦添乱子。但这些人还真不能杀了，其中的原因有很多。最简单的一条，杀了这些人，当地靠谁去治理？所以即使是秦始皇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我知道这是在考自己。微微沉思了一下，说道：想要清除6国旧贵族的影响力，其实不难。听到这话，秦始皇心里一怔，6国余孽之以难缠，就是他们世代经营起来的影响力。大秦之所以要实行严刑峻法，也有这个原因，不然的话，大秦的政令根本无法实施。但如今大秦已经统一华夏这么多年，想说已经清除6国的影响，还为时尚早。秦始皇稳住心神问道：浪儿，你详细说说。我露出一个笑容说道：很简单，大兴教育，让更多的普通人接受教育，然后我们则其有取代6国旧贵族便是了。和广大的百姓相比，6国贵族不过是沧海一粟。听到这个答案，秦始皇脸上不由得露出一丝失望，他还以为我有什么好办法，没想到还是以旧带新的老办法。一旁的李斯也暗自的摇摇头，其实现在大秦用的就是这个办法，但是这个办法缺点很明显，这个办法虽然实用，但是耗时太久，耗费太大了呀。秦始皇有些落寞的说道：浪儿，你自小衣食无